当一个 ENTJ 真正发挥出自己潜能时，他们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出色的决策能力、长远的视野以及说做就做、敢于冒险的精神。我是莎莎，专业人格分析师。今天呢，我们来深入了解 ENTJ 这个人格类型，以及他们所不为人知的一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 ENTJ 的核心追求，那就是用最短的路径达成最长期的目标。我不希望把人格类型跟能力挂钩起来，但是 ENTJ 的认知模式让他们天然的被两点之间的直线吸引。为什么呢？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虽然这不总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有能力去找到这条直线，毕竟能力是需要后天的知识去积累的，不是因为他是 ENTJ 他就一定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一定有充足的动力去这么做可以说对 ENTJ 来说真正痛苦的只有两点：第一，找不到目标；第二，找不到目标。什么？你要说目标无法达成该怎么办？这还真不是 ENTJ 一开始会纠结的事情。接下去我们就来盘点一些网络热门 ENTJ 刻板印象，有的呢有几分道理，有些呢就特别离谱。我们和真实的 ENTJ 做个对比，让大家慢慢的了解它。刻板印象一 ：ENTJ 是暴君。这个基本是错的 ，ENTJ 反而是 J 类型人中相对更愿意去适应环境、调整自己的人，因为他们的主导功能，也就是最偏好的功能，是荣格提出的8种心理类型中的外倾思维 TE。TE 的本质是效率，所以会根据外界运转的规则来做出决策，因为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效嘛。一意孤行的暴君在 ENTJ 看起来和傻瓜差不多，毕竟你一意孤行，你获得的阻力真的很大真的很没有效果简直是自讨苦吃。另一方面 ，ENTJ 的第三功能，也就是喜欢但不够稳定的功能，其实是外倾感觉 SE。SE 的本质是体验，所以喜欢投身于此时此地和外界的这种互动中。这意味着 ENTJ 实际上他们非常乐意去适应环境了，本身呢就会去追求落落大方的形象，去喜欢融入在环境中进行良好的互动。刻板印象二：ENTJ 利益至上，这个有一点正确，但大部分人可能误解了这里利益至上的意思。ENTJ 确实是利益至上，但他们真的不是以自己的利益至上，因为主导功能 TE 的缘故他们会很自然的评估一件事的做法是不是足够的高效，是否最大化了收益。换句话说，当他们看到有人低效的做事情的时候，哪怕这件事和他们无关，他们仍然会有愿望去纠正做事的方法。他们真正追求的其实是整个外界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虽然他们确实有把人当成资源的倾向，但不是把人当成用了就丢的那种垃圾资源，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的实现自己作为资源的各自的价值。再加上 ENTJ 的辅助功能，也就是第二偏好的功能是内倾直觉 NI。NI 的本质是视野，也就是通过获取尽可能多的视角来看到真正指向长远未来的那个方向。简单来说，就是 ENTJ 追求的利益是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利益，而不是竭泽而渔的短期结果。举个例子如果你有一个正常的 ENTJ 老板，你告诉他，你找到了你的理想你要去辞职去追求，他也许一开始会说服你公司的目标，也许能实现你的愿望不如我们一起努力但是发现你真的很坚定，而且很有热情的话，相比于拒绝你或者压迫你，他可能更不仅仅会同意你的辞职，而且还会给你分享一些资源和建议作为支持。因为 ENTJ 很明白这才是最聪明的投资。他们很清楚，当一个人拥有意志力、有愿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后带来行动的成果一定是非常巨大的。与其去克扣你的工资，拿着合同强行留下一个工作态度消极的员工，不如放你去追梦，说不定日后还有机会产生交集。刻板印象三：ENTJ 是卷王。这个其实不怎么对，不是说 ENTJ 不努力不追求成果，而是他们努力的方式很可能并不是那么直接的跟所有人一起卷。我以前也看了很多高考状元的一些相关采访，里面真的不太有 ENTJ， 这和能力完全没有关系主要是 ENTJ 的第三功能 SE 会让他们有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也就是我能够用比较低的资源和精力去达成的目标，我为什么要用更多的东西去达成呢？再结合第一功能 TE， 让他们对于资源的分配非常的敏锐，所以他们其实真的很擅长去投机取巧去合理的调配资源，让他们变得最有用。比如一开始考进一所不错的大学中的冷门专业，后续再通过手段换到自己需要的专业，这种操作虽然大家也不陌生，但是这个才更像 ENTJ 去达成目标的一种方法。他们其实都会去用自己个人的方式去达成他们的目标，很少会说我要跟所有人一样去走一个独木桥，一起去竞争，一起去卷，并不是说他们就要违规或者钻空子，而是在规则之内，他们看到了有更简单的方式去达成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你说他们卷吗？也蛮卷的，但是可能不是普通的那种卷法。
法，而是另辟蹊径的卷啊。毕竟因为第二个功能 NI 的缘故，真正能吸引他们的往往是比较长期的目标，像成绩啊、学历啊这些社会约定俗成的有价值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他们达到那些目标的铺垫和工具，很难成为他们终极的追求。我有一个 ENTJ 的高中朋友，目前的目标就是把家族企业做上市嘛。他高中的时候其实成绩很好，但是他比所有人都要早1年出国，所以他最后并没有去一个那么拔尖的大学。如果他晚一点的话，他完全可以去非常好的大学，但是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按照他的计划，中上的大学就够了。后来他聚餐的时候呢，我们聊到这个话题，他告诉我说，如果他当初他要知道目标是自己要创业的话，而不是去经营家族企业，那他确实会选择更好的大学，因为需要大学中同学的资源为他的这个后来的事业做铺垫。刻板印象4。ENTJ 没有感情，只爱钱啊，这个也不对啊。ENTJ 喜欢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钱作为交易的媒介，可以去置换他们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只能说 ENTJ 比很多人都更加能感受到钱的魅力和价值。搞钱本身呢，基本上不会是他们的毕生追求啊，但确实没有目标的时候，搞钱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备胎目标。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把目光放在 ENTJ 的前3个功能上，但实际上 ENTJ 的第4功能，也就是他们平时压制，但实际上仍然很需要的功能，是内情情感 FI。FI 的本质是真实，根据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真实的道德、自己内心真实所认可的那个价值标准作为判断、作为决策的依据。这个是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不像 ENTJ 的主导功能 TE 那样特别的看重外界的这种规则。这意味着他们真的蛮追求情感的，特别是当他们的人生已经相对步入正轨的时候一个真正成功的达成了内心平衡的 ENTJ， 往往是兼顾了成就与个人的独特性的。换句话说ENTJ 所投身的事业中，里面必然存在着一些个人情感的因素，比如家族的荣誉比如作为人类公民的使命感等等。在追逐事业和成就的背后会是他们对于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这种情感一直都会在 ENTJ 的心里，只是在工作状态的他们会尽可能的克制和压抑它，避免让它影响到自己理性客观的决策。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 ENTJ， 比如说休息的时候追剧追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真的也很正常。谁还不需要放松的时候呢？曾经就有一个 ENTJ 告诉我说，他这些年来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同学聚会中看到了许久未见的另外2个同学真情流露的亲在了一起。我只能说这个确实是又满足了 FI 又满足了 SE。在最后呢，我也想给 ENTJ 的小伙伴一些建议，因为我知道你们相比于夸夸，实际的建议应该会更让你们喜欢。一共是3个建议第一，多多学习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管理学，因为其实从里面可以得到相当多的方法论，是对你们和人的沟通以及处理人际相关的事宜的时候是有所帮助的，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这方面的自信和危机应对的能力如果你们觉得看书的时间很宝贵的话，其实也可以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直接的去学习他们的方法。第二，有些事情不要太着急，确实直观的结果会很吸引人，敢于冒险也是你们很大的优点，但是等待一段时间会更容易让你看清事情的全貌。虽然我视频中提到 ENTJ 在乎长期利益，但确实被短期利益的诱惑做出危险的行为，还是不成熟的 ENTJ 蛮常见的错误一定要警惕。第三，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不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按时吃饭、早睡早起之类的，但至少定期对自己身体有一个量化的健康检查，因为 ENJ 是所有人格类型中对自己身体的内部情况最不敏感的，很多时候等到情况严重到有明显的身体反应了，就触发了 SE 了这种外情感觉了，有刺激性的反应了，他才能意识到问题，这个时候很可能就太晚了，真的会很晚，不要这样子。好了，这期 ENTJ 的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下一期人格专题大家想看哪个的呢？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我是莎莎，下期更精彩，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